女人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儿子好像正和网上的逃犯快步朝自己逼近，还未等她反应，对方就掐住了儿子的脖子，低声威胁道 This needs to happen. 女人本想向他人求救，就在她目光闪烁间，她发现了男人耳边渗出的血迹，或许是出于对儿子的保护，她决定答应歹徒的要求。路上，她想起电视里播报着杀人犯越狱的消息，这让她不由得心惊胆战。即使是警车迎面驶来，她擦肩，她也根本不敢声张。可当按照男人的要求回家后，弗兰克并未施展暴行，反而是疲惫地瘫坐在椅子上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无奈与温和。他向母子二人解释自己绝非暴徒，更不会伤害他们，自己只是歇歇脚，天黑后就会离开。为了不让母子二人受到窝藏罪犯的牵连，他取来绳子，假意将凯特绑在了椅子上。只是他的动作很轻，生怕对凯特造成不必要的伤害。或许是为了填饱肚子，又或许是为了感谢母子二人的收留，弗兰克来到厨房为他们准备午餐。因为凯特被束缚，他竟细心地吹凉每一口食物，又温柔地一勺勺喂给凯特。看着眼前这个温柔至极的男人，凯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他竟然是个杀人犯。儿子在一旁望着这一切，同样感到这个男人好像并非像电视上说的那般穷凶极恶。直至夜幕降临，弗兰克在离开前为凯特解开了绳索，可巡逻的警车并未因夜幕的降临而停歇，迫使他不得不继续留在这里，等待一个适合逃离的契机。第二天，弗兰克再次早早起床为两人准备早餐，这份举动悄然缓和了三人之间紧绷的气氛。凯特主动拿着绳子走了过来，可弗兰克却说 You won't be needing that any longer. But if the day comes when you have to say I tied you up, you won't be lying. 他温和的样子让凯特放下了些许戒备。当他浅尝一口食物后，眼眸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几缕柔情，因为他不敢相信这个外表粗犷的男人竟能做出如此美味的食物。为了报答凯特母子的收留，弗兰克开始做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他为汽车更换了保险丝，劈好了过冬的木柴，又将屋子里外全部打扫了一遍。甚至他还教给了帕克打球的技巧，那略带严肃的口吻，宛如一位悉心教导儿子的父亲。这份难得的温情让自幼缺失父爱的帕克倍感珍惜。凯特看到这一幕后，心思些许迷乱，或许这个男人本性真的不坏。有了短暂的相处，他们的关系也不再那么僵硬。在凯特小心翼翼地帮弗兰克缝补裤子时，弗兰克也会关心他腿上的伤疤。可就在这温馨之际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弗兰克下意识地将凯特劫持到身下，他紧张且严肃的语气让亨利把人支走。I trust you're not gonna get nervous and say something. 当亨利打开门后，发现是隔壁的邻居。邻居为母子二人送来桃子，还提醒他附近有杀人犯出没，让母子二人要多加小心。然而，面对出卖弗兰克的绝佳机会，亨利并未揭穿，他随便找了个借口支走了邻居。弗兰克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。他明白自己得到了帕克的认可，再次以父亲的口吻夸赞他做得很棒。帕克也露出得到鼓励的微笑。母亲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一种禁忌的感情在此刻萌发。为了缓解劫持凯特的尴尬氛围，他提议用邻居送来的桃子做水果派。在制作的过程中，每次短暂的目光交接，每次不经意却恰到好处的肢体接触，都让凯特的心不自觉地紧绷。但他并未抗拒这份微妙的悸动，反而因兴奋而微微颤抖。帕克察觉到了母亲心中的波澜，他明白母亲或许对这个男人也有了异样的感情。捣碎碗里的桃子，揉推着面团，温暖的光晕氤氲柔和，屋里弥漫着桃子的香甜，也弥漫着暧昧的温柔。他们的感情也在迅速的升温。帕克透过镜子无意间发现，弗兰克的手缓缓伸向了母亲的腰间，凯特并没有抗拒，反而不受控制地缓缓靠在弗兰克的肩膀，沉浸在那份平静与甜蜜之中。他每一分寸细微的触碰，都引起他心中爱情防线的退让。但弗兰克今晚就要离开，恰好此时巡逻的警车刚刚驶远，这正是一个绝佳的逃跑机会。可临行之际，凯特却找借口挽留。Maybe tomorrow, once your stitches have had a little more time. 就连亨利也说，警犬会嗅到他血迹的味道。You should stay. 面对如此柔情似水的挽留，弗兰克夹杂着困扰，并未做出答复。但从这之后，他再也没提出过离开。他修好了松动的楼梯，修好了滋滋作响的房门，清理了岩沟里的树叶，还像一个父亲一样，教会了亨利如何更换轮胎。在闲暇的时光里，凯特换上了漂亮裙子，与弗兰克共舞。美好的时光在此时定格。望着两人温馨幸福的模样，从小缺失父爱的亨利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可弗兰克逃犯的身份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本以为他们会一直幸福下去，直到亨利在街上看到警察张贴的通缉令，这让他心中的巨石再次悬起。更让亨利担忧的事情接踵而至。这天下午，邻居急匆匆闯入家中，他恳求凯特照看自己患有脑瘫的儿子。可还未等凯特拒绝，邻居就匆忙把孩子扔在门口离开。无奈之下，凯特不得已承担起这份责任。之后，弗兰克主动和孩子到后院玩起了棒球。在夏日骄阳的树荫斑驳下，他们迎着一路洒落的逆光演绎着幸福。凯特也在这欢声笑语中重新找回了那久违的笑容。午后的
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房间，他们共享着这份宁静而温馨的时光。傍晚，一家人围坐看电视时，凯特发现弗兰克会为小孩擦拭额头上的汗液，这让他再次确信弗兰克其实是心地善良的好男人。本以为脑瘫小孩的到来只是一个幸福的插曲，可当晚上邻居来接儿子时，电视突然再次播报弗兰克越狱的消息。小孩看着电视中的照片，突然意识到那就是刚才的男人，随即他发出刺耳的怪声，想借此提醒母亲杀人犯就在旁边。但母亲并未理解儿子的意思，只是下意识地认为他想继续看电视而已。We're gonna watch television when we get home. Wait! Stop it! 这次意外事件的发生，让弗兰克深刻意识到自己不能在这里长久停留。为了能让凯特真正了解自己，他敞开心扉，向凯特道出了自己那段导致他入狱的过往。那时他与女孩刚认识6个月，女孩就为他生下一个孩子，他决定承担起这份责任，便和女孩结了婚。可婚后妻子并未收敛，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丢下他独自在家带孩子。他终于忍无可忍，偷偷尾随妻子。果然在酒吧发现了妻子不忠的事实，他愤怒地质问妻子为何背叛自己，可妻子却坦白了一切，并嘲笑他现在才发现真相。You fool. 弗兰克感觉自己的尊严被践踏，一怒之下，弗兰克将妻子推倒，或许是罪有应得，妻子撞到后脑当场去世。但当看着妻子额头上滴落的水滴时，他猛然惊醒，才想起孩子的洗澡水没关。他慌忙地冲上楼，却已无济于事，孩子也溺死在浴缸里。而弗兰克也因故意杀人的罪名被判处15年监禁。之后在一次保外就医途中，他才逃了出来。为了防止那不稳定的因素再次发生，也为了将两人的幸福永存，他们有了逃离这里的大胆想法，找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生活。但这一切都被亨利听进耳朵里，于是第二天，亨利就去图书馆借阅书籍，企图推测出母亲逃跑的路线。但他不经意间的回眸，竟然邂逅了一位漂亮的女孩。或许是从母亲与弗兰克那里感受了一丝爱情的味道，他便向女孩走去，鼓起勇气向女孩搭讪。在两人的交谈中得知，女孩的父母离婚，而母亲的新男朋友将她赶出家门，她被迫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。亨利也说出母亲与弗兰克萌生的情愫，两人的经历似乎如出一辙。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get him out of your life. I don't know if that's possible. Either you get rid of him, or he's probably gonna get rid of you. 女孩的话让亨利陷入了沉思。这晚亨利回家，他发现母亲正在和弗兰克热舞。看到亨利回来，凯特怀着沉重的心情决定向儿子坦白。We've decided to go together. Will I ever see you again?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Do you even care about what happens to me? What? You didn't think... We're all going. Really? I would never leave you. 原来亨利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将与小女孩的命运一样，被母亲无情抛弃，就像当初父亲丢下母亲一样。但幸运的是，他们会一起离开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便开始整理行装。但离开之前，亨利想要与心仪的女孩道别，可他却不慎说出了有关弗兰克的故事。It's him, isn't it? You're on the run. 女孩的猜忌让亨利些许惶恐，但女孩保证她绝不会将此事说出去，并且还以一个吻作为约定。在亨利回家的路上，他遇到了那个贪恋母亲的警察，他执意要送亨利回家。I'm really fine. Not gonna make me arrest you now. 无奈亨利也只能接受。当凯特看到儿子带回了警察，他的神经瞬间变得紧张起来，嘴边不自觉呢喃。好在警察只是提醒凯特注意安全，因为附近有杀人犯出没。而弗兰克在楼上目睹了这一切，他意识到必须立刻离开这里。他吩咐凯特去银行取钱，可一次性的大额取款却遭到了工作人员的各种盘问。凯特再次紧张到忍不住颤抖。工作人员看出了一丝端倪，幸好在亨利的帮助下，他们才得以应付过去。不幸的是，家中的弗兰克突然遭到邻居的拜访，危急之下，他谎称自己是个维修工，而女人放下东西便匆匆离开。但弗兰克不确定女人是否认出了自己，将女人打发走。不久后，凯特和亨利就急匆匆地回到了家，可危险似乎也悄然逼近。就在他们万事俱备准备出发时，警笛声刺破了静谧的空气。弗兰克深知这一切已无力挽回，他抱住凯特安慰她。为了不让凯特和亨利受到牵连，弗兰克再次用绳索将凯特绑起来，以柔和的声音说出最后的告白。I'd take 20 more years just to have another 3 days with you. 凯
凯特泣不成声，他看着弗兰克消失在阳光中，没人知道警察是如何锁定弗兰克的位置，但弗兰克却因此又多了10年的刑期。直到押送犯人的汽车走远，凯特眼中的神韵才彻底暗淡下来。在这一刻，一种无力的脆弱与对幸福的渴望融合交织，无法扭转的悲观又与无力避免的心碎彻底粘合。但凯特并未放弃，他带着儿子找到律师，告诉律师弗兰克从未伤害他们，希望借此能给弗兰克减缓刑期。可得到的回答却直接让他的心跌入谷底。Harboring a fugitive is a major crime we don't look lightly upon. And of course, there's delinquency to a minor. You could lose custody of your son. 律师的话让他不得不止步于此，但他常常去探望弗兰克，可他拒绝了所有的来访，就连信件也不曾回复，因为弗兰克希望凯特忘记自己，去追寻自己该有的人生，哪怕那3天的假期无比深刻，却也终究只是一刹那虚幻的泡沫而已。20年的时光转瞬即逝，亨利凭借从弗兰克那里学会的水果派，开了一家爆火的蛋糕店。在弗兰克即将出狱之际，亨利收到了一份来自监狱的信件。Dear Henry, I hope you will remember me. We once spent Labor Day weekend together, 5 of the best days of my life. I had always wondered who you would become and what you would look like. And then, one day, I came across a familiar-looking pie. And there you were. I'm proud of you. However, I am due to be released shortly, and I'd like to live much the same way we discussed that weekend, back when we thought we'd be a family. 弗兰克在信中深情地写道，这次他绝不会再让凯特伤心。如果凯特依然没有嫁人，那希望亨利能准许自己和凯特见面。而亨利明白，母亲等了弗兰克整整20年，也从未离开那栋房子。他害怕弗兰克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两人都在各自的监狱里靠着期待而活，一边是交织的爱情一梦，一边是坚定的信仰廊桥。终于在时隔半生之际，他们再次相见，一个模糊的身影逐渐变得清晰。这简单的拥抱，他们却等待了无数春秋。他们都深陷于束缚之中，也许正是这份束缚使得他们相遇，亦让彼此在生命的旅途中发现了温暖与希望。两个心怀伤痕的人，以彼此的温暖和治愈为力量。而在这份深情厚谊的背后，更是丰沛的情感潜流。男人修车糊墙，擦地打蜡，清理房檐，熨衣烤派，才是植下爱与善意的一刻。真正的美好不会流逝，不会被辜负，它会经得起岁月的推敲和打磨，带给你无限真挚与美好。我为他们错失那么多美好时光而惋惜，更为他们最后能终成眷属而欣慰。有的人会同时爱上好几个人，而有的人却可以为一个人相守一生。这种超越那些让我心存疑虑的浪漫爱情的存在，那些间接温柔的接触和眼神的交融躲闪，是爱情和幸福该有的模样。正如你用20年桎梏换于我的3天时光，而我则将用一生守候换于你今生的再次相遇。